那于掌柜的意思是，本节帅的岁贡要多了不是节帅要多了，是当下益州景业职工流失，元气大伤，暂时不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见过节帅。方才于掌柜一直在同我说各位现在都不容易，职工少了，丝线贵了。总之呢，意思就是我岁贡要多了。节帅，他们都还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自然就看不到如此下去对景业就如同杀鸡取暖。我等并非是不想孝敬节帅，实乃我等是想长久的孝敬节帅，才希望节帅能高抬贵手，细水长流。我又没问你，我在问他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下官翻过记载，历史上益州锦业断过5次，2次是因为战争，而另外3次都是因为守关的岁贡过高。你们俩呢？节帅恕罪，倾我杨家之全力，夙兴业美，也未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若是景业兴盛之时，或能凑齐，只是如今景业本就凋敝，实难从命。其实呢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赚钱的法子有很多，那我为什么会独独钟情于蜀锦呢？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得厉害，父母早亡，我与阿兄相依为命，同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工。阿兄不小心把那家夫人的锦衣弄坏了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若日后富贵了，我定要依锦而行，视锦绣为玩物。哈，好了，随便唠叨2句啊。行了，既然都觉得我要多了，那本节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年的岁贡就这些吧。多谢节帅。哎，于掌柜，于掌柜，刚才我的话没说完。我之所以要依锦而行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锦上忤逆我。下次不能比今日再少了，也别那么多废话。于掌柜，我于家谢了。于前辈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日，便会照样于家一日。别怕，来日方知。于掌柜，
来日方长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这是今日清平关呈上来的折子，皇帝请看一看。节度使穆辉不是我杀的，是牛景栽赃陷害。还请王兄明鉴。无论栽赃是真是假，穆辉旧部打着报仇的旗号骚扰我南诏的边境是真，百姓众说纷纭，惶惶不可终日是真。请王兄给臣弟一些时间，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。启禀王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再等了。现在唐军并未与我正面交锋，只是叫嚣着要潜入我南诏的都城，就像当日白王在益州一样对待我都城的百姓啊！如果再等下去，百姓定会纷纷逃亡，到时我南诏可就乱了。这唐兵以复仇的名义作乱，恐怕现如今最不安全的便是王弼你。不如这样，你迁入孤的行宫，那里毗陵山海，人迹罕至，又易守难攻。且孤会派兵前往，昼夜巡逻，保护你的安危。臣弟还有一人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穆辉旧部，穆辉旧部，哪来什么穆辉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景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你的王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景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景。如今忍了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
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，由长安决策。丧事死亡是国舅爷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，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姐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，怎么批评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，牛姐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杨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第四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警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了多少遍了啊，一定要等水沸的时候再放丝。你怎么又提前放了？你看看这颜色对吗？你脖子上顶的那个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你们益州的蚕丝，就得按照我们南诏的染法染。你是听不懂啊，还是听不清啊，还是傻呀？谁傻呀？谁听不懂啊？蜀锦就要用蜀地的方法染才对啊！你做的是南诏的锦，用的是南诏的蚕，你就得按照南诏的规矩来。南诏有好蚕有好锦吗？用南诏的方法。我做的都是好蚕，我喂的都是宝宝的。哎呦，二位莫要争吵，我刚设计了新图案，既需要蜀地的颜色，也需要南诏的新色，莫不如二位都试试，咱们拿结果说话，如何呀？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看到匠人和木头的区别。真木头！哎，不是莹莹，你看这个糟糕的南诏人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有礼貌有风度了。你看，艺术交流嘛，免不了切磋碰撞。行，跟他好好切磋切磋。莹莹，我们合作之间可好呀？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计前嫌，一切只为织锦回家。那我去设计新图案了。有劳。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听说南诏锦已经做出来了。
回王兄的话，确实做出一副样景，但是质量不好，算不上南诏锦，所以没有禀告王兄。但是这些唐人却信誓旦旦地讲，他们织的就是南诏锦。季莺莺，不如你亲口告诉王上，这锦你们到底是织成了，还是没织成啊？回王上，民女的确织出了南诏锦。白王，不管合格与否，既然王上亲临，不如将那锦样拿出来，呈与王上一观呐。这便是季莺莺织的南诏锦，这韧性不足，很容易撕坏。这么说，做了这么久，却毫无成果。那是因为这些唐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做锦，而是一心做假。皇上，您看的根本不是什么南诏锦，而是欺君之政。白王之所以断锦，更是为了包庇。皇上，臣亲耳听见季莺莺和他人商议，要用益州蚕丝冒充南诏蚕丝，制造假锦，蒙骗皇上。至于白王是否知道，臣就不知了。启禀皇上，臣特意带了我南诏的匠人，是否是我南诏的蚕丝，一验便知。不用验了，王兄，此事臣弟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而且是臣弟命他们这么做的。臣弟是想，这万一南诏锦织不出来，就可以用此锦以备不时之需，还请王兄降罪。皇上，此事分明是季莺莺自作主张，想以一己之私犯下了欺君之罪。王爷确实不知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断锦。他只是一时为情所困，想保全季莺莺。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你闭嘴。阿宁所言句句属实。为情或为利，都不是一个臣子应该考虑的事情。我等身为臣子，第一要务是为王、为民。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。因为我们真的织出了南诏锦，问心无愧。但不是白王献上的那一幅。9600根经线和纬线，全部是由南诏的蚕丝所织就，颜色染制也结合南诏当地的染织技术，还请王上请人试验。季娘子，既然你已经织出南诏锦，为何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子，把所有人都绕进来？民女所做这一切，是为了亲眼得见王上，并将真正的南诏锦献于王上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哦，南诏锦终于在你处。这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走。这锦没有问题，但是要如何亲手交给南诏王，这是个问题。是啊，我们这平常百姓也不是说见王上就能见得到的呀。这锦
必须我们亲手交给南诏王吗？不管是盛风泽还是杜衍，都不可能把这真钱递给南诏王的。没错，只要他们知道锦城，这事儿就有变故。这该怎么办呀？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。啊？利用他们之间对彼此的对抗，以假警做局，引来南诏王。这真钱是我们最后的底牌，用来反败为胜。南诏景，咱南诏终于有景了。孤好，不愧先祖。恭贺南诏王上，我等也不负所望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金娘子，本王愿许你升官厚禄，你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南诏做事？多谢王上抬爱，只是茵茵的家眷亲友皆在益州，我阿娘还等着我西前尽孝，恕茵茵辜负王上美意。但茵茵认为，不是只有留在南诏，才能为南诏出力。哦，民女在益州尚有一些声望，回去后定会大力促成益州和南诏景业通商，互利互惠。此次能支出南诏景，也多亏了南诏匠人相助。民女认为，彼此封闭、暗中掳掠，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只有自愿沟通、相互交流，才得以互利长久。如今这一州是牛景把持，就算本王愿意放你们回去，恐怕你们也无处安身。大唐疆域辽阔，便是回不了益州，但只要我们双脚站在故土上，心便安了。看来金娘子是铁了心要回去了。这是当日王上签与民女的契丹。你为何死了？民女当日出来南诏，心有不安，所以才向王上索要了这契丹。不过后来想想，是民女杞人忧天了。王上乃一国之主，一言九鼎，岂会失信于我等草民？若是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百姓和他邦帝王笑话？既然王上一言九鼎，那我又何须这区区一张单子呢？虽然现在这景样已经织成，但若你们都回去了，那谁继续留下来织锦呢？现在益州大乱，倒不如有愿意留下的，可以留下，为我南诏工匠传授技艺。这皇上，草民愿意为您效劳。你是？草民是益州锦王赵萧远。8岁入锦房，别的不敢说，织锦可以说是我的强项。还有，咱们南诏的花本也是我制成的，这些锦样也都是我合作创作。你愿意留在我南诏织锦？好，你想要什么？
草民别无他求，只求同乡人早日踏上故土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除留下教学者，放所有的益州匠人回归，离去者不得阻拦。若有愿意留下的，岳父双倍工钱，好生相待。臣遵旨。多谢王上。多谢王上。你们二人自诩南诏2大智囊，却因一己之私，对一小女子利诱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罚封1年，3个月内不得上朝议事，好好警思记过。臣有罪。本官自19岁入朝，从未有一朝不上殿议事，近半生也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。姬娘子好本事啊！本官受教了，也恭喜白王能得如此蛇蝎美人，好自为之。季茵茵留下，本王有话跟你说。其他人先下去吧。都给本王滚！今日本王是不是很傻呀？一心想着替你顶罪，却被你玩弄在股掌之中。我算到了杜渊会用假锦害你，我算到了你会毁掉我的锦，但我的确没想到你会站出来替我顶罪。盛风泽，你救过我很多次。我家失火那次，我们在商道的时候，我们被牛景追杀的时候，虽然你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但你也一直在护着我。我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你对我的好我都是知道的，只是一个人的好抵不过一个人的过。那如何才能抵消呢？你是要本王之死吗？我不知道。不能代替别人原谅你。